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 Fast API 实战分享系列。这期视频我们聊聊如何使用六边形架构的软件设计模式进行项目开发。在开始之前，如果你对六边形架构还不太了解，这里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核心思想，以及我们将要在项目中实现的部分。如果有想深入了解这个软件设计模式的小伙伴，建议去查阅一下更多的相关资料。六边形架构也叫端口与适配器架构，它的核心思想是把核心业务逻辑和基础设施通过开放端口与适配器的概念分开，让核心逻辑不依赖任何外部组件，比如数据库、第三方服务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六边形的内部分为领域层和应用层。领域层包含我们的领域模型和核心业务逻辑，在我们的项目中就是 user 和 post 模型。应用层主要负责执行业务流程，并通过接口与外部组件进行交互，也就是适配器。而适配器又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输入型适配器，一种是输出型适配器。对应到我们的项目中，也就是 Fast API 和数据库。通过在应用层开放不同的接口，我们就可以将业务逻辑集中在六边形的内部。输入与输出的适配器只需要调用接口，就可以与应用交互。因此，这种低耦合的设计模式就可以让我们在不影响核心业务逻辑的情况下，方便地替换外部组件，而且能更方便地对业务逻辑进行测试。比如，可以将 Fast API 换成命令行或者 gRPC， 把数据库换成文件系统等等。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来具体看看用代码怎么来实现它吧。现在回到项目中来，如果有对项目不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看看我前几期的视频。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创建六边形的领域层，接着就是应用层，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基础设施目录来存放输出型的适配器，最后我们再创建一个 entry point 目录来存放输入型的适配器。这里 Fast API 就是一个输入型 API 适配器，用来和我们的核心应用进行交互。现在我们把之前关于 Fast API 的文件都放到这个目录下，接着再创建一个输出型的存储适配器，也就是之前的内存数据库对象。我们来把这个数据库模块放到这个目录下。好了，到这里我们只需要再把模块的加载路径修改一下。最后就是 Dockerfile 的启动服务命令。OK，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make up。好的，服务启动起来了。接着发个请求试试。OK， 没问题。我们再测试一下心跳接口。OK，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创建领域模型了。首先是 post 模型，这里我们使用 data class 来定义 post 模型，因为在领域层中我们应该尽量减少对第三方库的依赖，也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原则上是 Python 的标准库优先，然后再考虑第三方。这里我们给领域模型来添加标识 post id title， 创建时间，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更新时间。好的，然后使用同样的方法定义 user 模型。好的，这里每个领域模型都有自己的标识，但是它们应该还有自己的行为和逻辑。比如说，在创建 post 实例的过程中，应该有字段校验的逻辑。如果我给 title 传入一个空字符串，那么就会收到一个 exception。如果更新了标题，
那么我希望知道字段更改的信息，比如说这里就应该是 title， 并且可以回滚。回滚后，标题应该被重置，并且被修改的字段信息为空。为了让每个领域模型都能拥有同样的行为和逻辑，我们需要创建一个基类，在这个基类中我们来实现这些方法。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第三方库叫 Signal， 通过这个库我们就可以来监听领域模型中的变更事件。好的，我们来一起写一下这个基础模型。同样我们使用 data class， 然后我们把这个第三方库加载进来。我们可以通过 emission info 这个 class 来获取修改事件的信息。这里通过定义一个 event 的字段描述符，就可以来监听实例中的字段更新信息。它的用法有点像 WebSocket， 我们可以给它绑定一个方法，当有字段更新时，就可以调用这个 onEvent 的方法。这个方法传入的是一个 emission info 的参数，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 info 这个变量来获取更新前的值和更新后的值。接着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两个值是否相等。如果输入的是一个新值，我们就可以通过 info 这个变量来获取字段的名称。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字段的更改信息来存到一个字典中。用字段的名称作为键值，然后把它的原始值和新值都存到这个字典中。这样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回滚操作。接着我们来重写一下 setAttribute 这个方法，目的是在给字段赋值前调用对应的校验方法。假设我们把校验方法名设置为 validate 加字段名，调用完后我们返回验证完的值，然后再把这个值赋给这个字段。OK， 接着把 modified field 写成可访问字段，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字段来获取模型的修改信息了。最后再来写一个回滚的方法，目的是将我们的实例回滚到最初的状态。好了，现在我们回到 post 模型来继承一下这个基类。接着我们来试着写一个对 title 验证的方法。如果 title 的值为空的话，我们就抛出一个异常。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验证操作或者转换操作，这里只是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一下测试代码 ，modified field 应该是一个字典，里面存储着字段名、初始值和修改后的值。好的，我们来运行一下。正常的话，因为我们给 title 传入了一个空字符串，所以会收到一个 exception。OK， 这里触发了一个异常。现在我们来把这个空字符串注释掉，再来试试。正常情况下，在修改了 title 之后，我们可以从 modify field 中获取修改的信息。再运行一次。好的，报错了，因为这里 modified field 应该是一个字典。再运行一下试试，还是报错了。那么问题应该是在回滚方法中。我们一起来检查一下。OK， 忘了清空这个字典了。再来试试。好的，没报错，说明我们需要的功能在模型中都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把 user 模型修改一下。这里我们来写一个验证邮箱地址的方法。
使用一个简单的正则表达式来验证邮箱。好了，最后就是需要给 post 模型中添加一个 users 段。到这里，一个简单的领域模型已经编写完了。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业务规则写到六边形的领域层中，之后就不需要在适配器中进行检查和校验了，因为它不属于我们的核心应用部分。那么接下来就是对应用层的实现和对外开放接口的工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分享。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请记得点赞和关注，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我们下期见。